这破板上的都不如上囚车。图纸还没改完，又忘了点批好饭，这下真成饿死鬼了。桃儿，冷坏了吧？再忍忍，再忍忍啊！淘淘，忍忍，别怕，大哥给你挡着风。我一个21世纪遵纪守法的社畜，顶颠抱怨几句，这破板一天也上不下去了，怎么就上囚车了？结果穿成了同名同姓的罪臣之女，开局全家流放宁古塔，双重劫杀啊！桃儿，快含着，快含含，是娘不好，娘没能耐，就剩这点糠饼了，能顶一小会儿，别睡过去啊！跟娘说句话，别睡。桃儿，宁古塔，这不是我在现代长大的故乡吗？就算现在还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我也能，一定能让这里金色麦浪翻成海！我一个卷遍图纸堆的土木狂魔，绝不信搞不定一个宁古塔。大哥，这就是驿站，这破地方连咱们老家的猪圈都不如啊！磨蹭什么？都给老子滚下来，验明正身！爹，小妹，娘，快躲我和老大身后！二弟妹，护好小妹，千万别抬头乱看！回大人的话，犯官家眷沈氏一门共计6口，全须全委都在这儿了，您验验。身份无误。就是工部探病案牵连的那家子。宁古土刘沛之所，非尔等往日安乐之乡。天威已降，能留性命，亦是天恩浩瀚。自即日起，一律男丁每日挖石半方，伐木10根，或垦地1亩，妇孺后勤不得懈怠。那间空棚，自行收拾。那棚子四面漏风，这不是让咱们去死吗？端这个棺材脸给谁看啊？以为自己是什么冰山大帅哥呢？我呸！阴损大变态！完了，他不会听到了吧？不能啊，我声音这么小。哼，这库还没冻裂，他反倒长出刺来扎人了。带他们过去。愣着干嘛？想死在门口啊！赶紧滚过去收拾你们的狗窝！军爷行动，这就走！小妹，快走，低头！哥，我没事。想钝刀子拉肉弄死我，做梦！我沈淘淘就算是块冰，也得磕碎你们几颗牙！老天爷啊，这哪是给人住的？这四面通风的，连个牲口棚都不如啊！这是逼咱们死啊！完了，刚才点热乎气、驱火气全散了，这要是住一宿，明儿一早全家都得冻成冰坨子。造孽啊！都是我没用，护不住你们。罢了，大家挤一挤，咬咬牙，熬过今晚算。不行，这破窝子绝不能住，住进去就是个死！爹，大哥、二哥，看那儿，地方不赖，咱们去那儿挖个坑。挖坑？小妹，这地方的土冻得跟铁一样，你要挖坑干啥？大雪马上就要封山了，哥，
我的，快挖！咱们建个地窝子。大哥二哥，找家伙事儿，爹你也搭把手。娘，二嫂，去那边灌木丛找结实的树枝，要胳膊粗的，越多越好当骨架。听小妹的，你照顾好娘，我去拆破板子。爹，快别愣着了，我命要紧啊！2步宽，3步长，给我照着这个腰就行不？哇！我的个亲娘！这比咱老家祠堂门口的石榴还硬10倍，这咋挖？大哥，小妹，要不咱们找点柴火，在上面烧，用火把地烤软了再挖。来不及，天马上就下大了。娘，而且生火太扎眼，官差要是来找麻烦，咱们全得完蛋。找大石块，硬砸，把表面砸松了，再用棍子敲。听小妹的，砸，就算把手砸废了，也得把坑抠出来。裂了，老二拿棍子敲。敲开了，爹，你帮忙敲边儿。爹敲，也拼了老命也敲。我苦命的桃儿啊，从小连个重活都没干过，什么时候吃过这种生不如死的苦？娘，小妹这是在带着咱们全家跟阎王爷抢命呢，咱们不能拖后腿。对，咱们不能干看着。娘没大本事，娘给你们化点干净的血水，一会儿干哑了嗓子能润润。老天爷，你想收我沈家，我就偏要在这冰天雪地里凿出一条活路来。桃儿，桃儿，来，张嘴喝口水，歇会儿别干了，娘心疼啊。娘肯定想法子，娘当年帮过太后，有点情分在。娘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得递个信儿，让你回京去。傻娘亲，那点微不足道的情分，只能把沈家从斩立决变成流放。娘，您可拉倒吧，京城有啥好的？哎，那破地方规矩大的要死，走路得数步子，喘气儿得看人脸色，喝杯水都有800个讲究，哪儿比不上咱们这儿啊？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大有作为？可不咋地，看见没？咱家要在这儿立地生根，这坑就是咱家的地基，咱自己盖房盘热炕，回头想种菜种菜，想养猪养猪。咱们自个儿当家做主，想咋整就咋整，不比在那些贵人裤腰带底下看眼色强1万倍。您说是不，娘？是。小妹说的对，干就完了。继续干啊，挖深点！这女人是想挖个现成的坟把自己埋了吗？疯子！
我不冷，就是今天到晚了，错过了发粮时间，大家肚子得委屈一下了。我再简陋，再漏风，那也是实打实的窝，能挡风就是好窝。都睡，把眼睛闭上就不饿了。扛过今晚，天亮就发粮了。真他娘的晦气！赶紧拉出去喂了林子里的野畜生，省得烂这儿发臭。都活着，咱们一家人都熬过来了。没死的听着，一人一个神仙粮，省着点吃，没下顿了。大哥，拿6个。小川，你吃，我不饿。你傻呀，塞给我做甚？昨夜里抖成啥样，自己心里没数，自己吃。二哥，你吼谁呢？二嫂心疼你还有错了。嫂子，这个你也拿着吃，别理他，让他不识好歹。小川，你媳妇儿是心疼你，莫要冲她撒火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我急眼了。你身子弱，我就是怕你饿坏了。等着，我沈小川发誓，往后一定让你吃上好的。行了，别在这秀恩爱了。现在，立刻把你们手里的硬疙瘩嚼碎咽下去，一个渣儿都不许剩。吃饱了才有劲儿，才有力气跟这破地方死磕。等等，都没死绝吧？上工了，给老子滚出来干活！都没死吧？没死就给老子动起来！男丁去那边领斧头，滚去后山伐木；女眷全部给我赶去牲口棚，把里头的陈年老粪全给我铲干净，少一块，今天谁也别想吃粮。大哥，你先别管那几个兵帕，悄悄跟我走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本姑娘虽然能吃苦耐劳，为了活命啥都能干，但绝不可能接受通手去抠那些冻成冰坨子的陈年老粪。我得赶紧在这堆破烂里挑个厚实点的烂铁片，改装把铲子，不然清理完那手还能要吗？闪开！冷静，沈淘淘，你必须冷静，求生本能给我拉满。左侧墙体承重已经超过极限，倾斜角目测达到15度，头顶这根主梁的应力分布完全不均衡。锻炼面的木质纤维已经严重腐朽，承受不住上方的血生海。如果我们现在有任何大幅度的动作，别动！只要把咱们脚下这个三角受力点变一变，再次塌方的几率绝对超过90%。疯了！这丫头是没长眼吗？都挤成这样了还乱动，一膝盖差点废了我这条腿。听，连血流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他身上这股味儿，混着泥土的腥气，冷血的烈香，这味儿就像带了无数把细小的钩子，正一层层一点点把我这过了20年的冰壳子硬生生扯开刀锋，使劲往里钻。他就是在撩拨我，在挑战我的极限。哎呦喂，这冰山变态脸怎么突然这么红？耳朵都快红得烧起来了，这是缺氧了？坏了坏了，这位大少爷肯定是吓懵了吧？胆子也太小了，这抖的。
简直比我那娇弱的二嫂还不如呢。算了，我身为专业人士，还是多担待点吧。瞅瞅，这高高在上的大冰山吓得浑身直打板子，脸都憋红了，怪可怜的。我得赶紧安抚一下这位娇弱的少爷。大人，您甭怕啊，有我呢，千万别动弹，也别慌。咱这地方瞅着玄乎，其实特别结实，这叫三角形稳定空间，懂不？稳得很。只要上面那根断远的主结构别完全散化，咱这儿就是全天下最安全的防空洞。阎王亲爹来了都掰不开，咱们就安心等救援就好。我你个头！这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她差点把我肋骨撞折，这一定是故意的。她这般又急又壮，又凑在耳边乱说一通，哪里是安抚，分明是把我当沙包在练手。她满脑子想的居然真的只有木头，我在她眼里，难道还不如一根承重墙有吸引力？你看啊，刚才那砸下来的木头瓦片堵得死死的，反而给咱这三角空间又加了一道种救墙，相当于上了双重保险。他满脑子想的居然真的只有木头，我在他眼里，难道还不如一根承重墙有吸引力？小梅，你在哪儿啊？主子，你撑住啊！可算挖通了，就是那个靠墙的承重柱，下头全被耗子啃空了。这几天下大雪，冻土冻胀，直接把榫卯顶的移位，整个脚部承载力彻底崩盘，这才塌得这么利索。乖乖，这流放来的小娘们儿满嘴说的啥黑话，听着咋这么听懂行啊？耗子啃空桩，冻胀位移，榫卯顶裂，全中。他刚才在废墟下，不是在瞎安慰，更不是全凭运气，他是在极度危险中，瞬间完成了结构研算。绝了！我自幼陪着主子长大，他连正眼都没瞧过哪个女人。先夫人临终前可死死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务必盯着主子，赶紧娶个好娘子。我愁的头发都快白了。铁树开花，这绝对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这古寒之地居然天降姻缘。主子，你没事，这是老天开眼啊！沈姑娘为了救您，那刚才可是直接豁出命扑上去了。主子，这等救命之恩，你可得以身相许啊！放肆！谁准你进来的？叫唤啥？你这不是穿着裤子呢吗？又没全光着。方才惊醒，你平时沙哑着故作介人，说想要什么赏赐？金银？他看着不像他那种俗物的人。圣冕文书，莫非他也如其他女人想要我一生？他要是提出来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。来了，银场面要来了！大人，我想要点粮食，要是还可以，再给咱整俩巧呗。粮食，还有，坏了，这气氛要冻死人了，我得救场。有粮食和铁锹都有，不过这驿站指不定其他地方也闹耗子呢。沈姑娘，你有大本事，帮咱看看还哪疙瘩不结实，主子的安危可全靠您了。主子，您说是不？等等，他刚才要粮食和铁锹，其实是欲擒故纵，本意是想展露本事，好有更多表现的机会，顺便和我多处，肯定是这样。这狡猾的小丫头还挺会的。包在我身上，今晚吃顿饱饭，正好盘炕打地基，再做个放水道。衣服下面好像还留着点属于她的温热。张巡这小子仗义啊，能处。是经验，娘还以为这辈子都尝不到这滋味了。
要是有那不长眼的来偷来抢，我剁了他的手！桃儿先吃，死了！爹娘先吃。娘的桃儿是福星啊，没有你这口饼，妹妹，下辈子我还当你嫂子。大山，就这么点冰水子，还带着冰碴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么干砸下去，水还没喝上，全家人都得交代在这儿变成冰雕。必须得想办法弄地下水，压水井。对，压水井！大哥、二哥，别砸了，抄家伙，跟我来！乔姐妹，这像不像个桶子？这叫井管，下面打深点，直接通到亥子层。我忘了这鬼地方根本没有铁管子，拿啥抽水？桃儿，你说的那桶子，是不是跟那个东西差不多？绝了，就是它！二哥，快削个尖锥子，把它中间整个掏空，做成井管。古代没橡胶，只能用最笨的土法子了。砸了好几层厚麻布，还裹了动物油脂。老天保佑，这密封性千万要顶住啊！成了，我来试试。沈家这是魔怔了吧？对这个破木头桩子摇啥呢？能摇出金子啊？给我注水！水出来了！我的老天爷呀！娘嘞，真出活了！不用凿冰，土里真能冒出水！神仙下凡了！沈姑娘，神仙奶奶，你这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转世啊！二哥，把提前备好的碎石头倒进槽子里，这浑水流进去盛一盛，直接就能喝。都听好了，这叫压水井，以后用水再也不用大老爷们去冰面上拿命凿了，吃上劲儿，力气小的姑娘家小媳妇儿也一样能压出活命的水。这冰天雪地算个屁，只要老娘还在，咱就能硬生生凿出一条活路来。沈家女真是仙女下凡啊，活菩萨呀！让老子变态！排队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流放狗也敢立规矩，这井归老子了。至于你嘛，让爷瞧瞧这细皮嫩肉。不信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贱人滚开！这帮畜生，我要杀了他们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主子回来自有定夺。呸！谁不知道你主子是被赶出京城的丧家犬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再叫唤，连你这念狗一起揍！你个小瘪犊子！宰了他，给老子剁碎了喂狗！你刚才说谁是被赶出来的？我是奉贵妃娘娘之令在此守塔，你无权。说，谁是被赶出来的？疼吗？1、2、8个血点，他流着血，这笔账得用狗头来抵。真是要了老命了！我直到这会儿才算彻底醒神，在这破地方，人命连条野狗都不如。再想想谢云锦杀人时那副火冤枉的那样子，这哪是什么高冷冰山？这分明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玉面修罗！不行，我得出去弄点金疮药。桃儿，听爹的话，外头乱，咱不出去。桃儿啊，你不能去！娘就是在这儿生生疼死，也绝不能放你一个人出去犯险。那些当兵的都是畜生，
小梅，亲娘的，大哥皮糙肉厚，能忍。流放这一路比这重的伤，哥婷婷也就熬过去了。熬？拿什么熬？你们一个个的都快剩半口气了，要没要，全得交代在这儿。娘，咱们得活命，没要，你们根本挺不过去。有这尊杀神镇着，这几天绝没人敢起半点歪心思。小妹，遇到事儿大声喊，大哥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你挨半点欺负。怕个球！既然沾了原主这身子，这一家老小，我沈涛涛就是拼死也得护得严严实实。血云井再凶，还能把我吃了？疼吗？哎呦我去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想他干嘛？搞得跟我在发花痴一样。沈姑娘，磨叽个啥？快进去啊！女追男隔层纱。放肆！谁准你进来的？叫唤啥？你这不是穿着裤子呢吗？又没全光着。大惊小怪，想当年老娘在工地上，光膀子扛钢筋的糙汉子见得多了，就你金贵，看两眼还能掉块肉。伤药有吗？给我点儿，我不白拿你的，回头我拿干活的手艺跟你换。白瓶内服，青瓶外敷，拿了就赶紧出去。冰柱子砸的？管你是什么玉面修罗，这块死血要是不赶紧推开，够你小子疼上整整1个月的。拿人手短，今天就当免费给你当回搓澡工了。赶紧的，趴下！荒唐，不必你管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少跟我扯这酸词儿，受个屁！哼，小样儿！老娘上回使出这招，还是在工地拧那个卡死的申生锈消防水阀。我还治不了你个古人，这淤血必须得揉开。我外公说了，宗则不痛。你外公怎么会推拿？沈家3代都是工部小吏，连个懂偏方的都没有，哪儿来的会医术的外公？他到底是谁？我操，大意了！我说的是我现代的外公啊！这大冰山心眼这么多，不会露馅了吧？乡下赤脚大夫呗，专治你这种死要面子的拧逼骨头。哎呦喂，没察觉我撒谎搁这害羞呢。这位杀人不眨眼的修罗大佬，居然是臊的，太好玩了。放松点儿，绷这么紧，腰力怎么进去？好家伙，这背硬的跟工地上的熔锅墙似的，手指头都要给我顶折了。疼就喊出来，憋着伤好的慢。军武之人，何惧此等小步？装什么装？疼就喊。这放肆的女人，她到底懂不懂礼法羞耻？懂不懂男女有别？沈涛涛，你究竟懂不懂？这丝血堵得太深，看来得上一套柔发教断的祖传手艺了。奇耻大辱！我他
堂堂7尺男儿，重伤追杀狄戎大将士都没这般失态过，今天居然被一个女人按得叫出声。沈淘淘，你可是在床上扯男人的腰？治病还分男女？你有病吧？就是这儿吧，我外公说了，这儿要是淤堵的厉害，男人那什么解手都费劲儿。憋不住了，真的憋不住了，主子接受分叉！他竟然敢非议我！唉，有点小错位，我顺手给你整了。3年前，狄戎起兵那次，七进七出，留了点勋章。这位火阎王，活得好像也挺难。手法还行吧？以前跟外公去干活，他啥骨头都摸过，拆拆装装，或者干脆狠劲儿敲打敲打，总能顺溜回去。那什么，药我拿走了，回去。站住！不是说拿东西换吗？说说，你沈家有什么能入本官的眼？我？咋了？嫌弃我？我还看不上你呢。沈淘淘，你拿我当猴耍？没，我说，我知道宁姑她哪里有没。公布一个不入流的小吏之女，居然张口就能说出哪里埋着煤。完了，玩脱了。说，你是谁的人？狄戎派来的奸细，还是贵妃？东北虎喵宁折不歪，想掐死我，做梦！我呸！你知道怎么了？我知道的多着呢。换你2瓶药你不亏，何况全宁华府的人都快冻成冰溜子了，只要挖出黑煤，屋子里暖得像开春，外面滴水成冰，咱在屋里能穿单褂子啃啃冻梨。说的轻松。你把宁国府当西北龙山了？京城里穿貂顶珠、跺脚山摇的主，那点子煤灰都得按钱锱铢必较，这玩意儿是稀罕东西，不是路边烂树茬子。你告诉我，在这鸟不拉屎、风能刮掉耳朵的流放地，你说有煤？当然有，我在流放来的路上已经看过山脉，我说有，肯定有。取暖只是其一，其二，有煤就能炼铁，能炼铁就能打更多的刀枪剑戟。铁水滚烫，交出来100堂钢刀，一刀下去，狄戎那帮小瘪子连人带马都能让你劈成2半。懂不懂啥叫装备压制？我还知道你心里的弯弯绕绕哦。贵妃娘娘派来的那些催命鬼，那个挨千刀的李辣子，你早不杀晚不杀，非赶在大雪封山、信鸽都冻死的鬼时候才动刀。妈耶，这眼神要杀人，刚才装过头了。再说
你这宁国他最高长官的窝也不咋地嘛，贼冷。哦，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先是媒，再是取暖，这么费尽心机的想给我暖床。暖你妹！谢云锦这个装腔作势的活阎王，最后居然只甩下一句：“本官会考虑的”，就把我打发了。轻点，小妹！哎呦喂，你这手劲儿比京城的跌打大夫都大呀！可不是，咱们淘淘如今顶半个郎中使了，在京城那会儿还是朵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花呢，磕碰一下眼眶都得红半天。自打落了这鬼地方，倒什么都懂，什么都能干了。完了，原主是个娇滴滴的大小姐，我这东北虎庙的属性暴露太多，惹人怀疑了。二嫂，快别臊我，都是从前瞎看杂书攒了点见识，当画册子瞧的，谁成想真派上用场了。就是，这丫头自小钻书堆，女红针线扔一边，净淘换些稀奇古怪的破册子。为这个我可没少捶她。人家闺秀绣牡丹，她抱着本讲地里长虫的书啃得喷香。可没成想，老天爷开眼啊！那些破书竟成了咱家活命的法子，桃儿是咱家的福星啊！沈姑娘，想跟姑娘说说，以后能不能用水井？白天里赖子找茬，这些流放犯一个个躲在门缝后冷眼旁观，现在想要水了。我沈淘淘不是什么普度众生的圣母，对我好的我百般报答，对我见死不救的我也没必要顾念什么情分。水井是桃儿打的，这沈家的规矩只能他说了算。陆伯伯，您老快收起来，水井您可以用，白天还要谢谢您暗中给我二哥止血。拿着，给孩子吃。谢谢沈姑娘。在这个把胎儿冻死在腹中的宁古塔，这孩子能活到现在，靠的绝对是陆太医从阎王爷爷指缝里抠通天医术。古代风寒都能要人命，我沈家伤的伤，烧的烧，这个神医的金大腿，我抱定了。陆伯伯，来都来了，劳烦您给瞧瞧伤，行不？我大哥、二哥还有爹娘都被打了，二嫂还冻着了，一直浑身说冷，劳您给好好脉。风寒势必救急，筋肉重挫，万幸为伤及根本，化瘀消肿便是。少夫人莫怕，伸手即可。
明日饮食3刻，探马先发，50钱。给我快递！我要盖房子！本王的地里只埋死人，不养闲人。继续，务必。主子前脚刚点兵，沈姑娘后脚就来要地，这算不算心有那个？灵犀，滚！流放犯人只配冻死吗？流放犯就不能有个热乎窝？没有犯人盖房的先例。我二嫂肚子里就揣上了，怀的又不是我的崽儿，北面狄戎虎视眈眈，我可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照顾几个流放犯，所以更要盖房啊！你掰着你那金龟的指头算算，宁古塔这破地方年年增兵几个，死的人够不够填冰湖窝？你打不灭狄戎那帮杂毛，是因为兵不壮，兵打哪儿来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是人，活生生的要爹生娘养的人。对，在你们这帮当官的眼里，我们算个屁，是烂命，是草芥，是拉去挡箭垛子的炮灰。可炮灰也是人，炮灰也会生崽儿，这些崽儿长起来，骨头里就刻着对敌意的血仇，比你们京城里拉来的壮丁好用100倍。你信不信？他们爹娘为了护住这块能生能养的地，敢把狄戎的头拧下来当球踢。地缺哪儿？就这儿，土下3尺有青岩，先造木屋起在山棱下弯处，东藏暖风避朔雪，下传山线引凉气。这位置是我掐遍了宁部的风水骨头才定下的。流放犯的命不值钱，可这命要是能生崽、能炼铁、能烧煤、能扛刀，值不值一块能晒到日阳的地？妈耶，吓死老娘了！还以为说到一半要被这玉面雷煞扔出去喂狼。碑是我的。完了，间接结尾，这下真要被火焰王拉出去喂狼了。那啥，没事儿，我不嫌乎你。啥？沈家丫头盖房，长官给批地了？说啥胡话！天寒地冻，连耗子都嫌冷，能开工？管他呢！沈姑娘说了，批出料子能天天打井水嘞，不亏。人心竟也可如黑煤，埋在这冻土万丈下，一旦点着，竟燃成灼烫的火海。沈淘淘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沈淘淘，再乱动，我把你丢出去喂狼！这能怪我吗？你骑的是风马吧？屁股都快被电成8瓣了！你给我老实点儿！谁不老实？有种你试试不会骑马，被绑在马鞍上做着被前后监考的活鱼！孙逼！再多一个字，我现在就教你什么是真正的监考。妈呀！这火焰王来真的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！天爷啊，这哪里是去找煤矿，这分明是给这2人点了把能焚心熬骨的野火呀！站直！这儿，走开！见黑色带亮纹的石头说话。不够硬，炼制煤，往下30，专砸发暗红锈色的岩层。
连是。今日所见，若杀谢半字，诛九族，炼人油。听我的，守兵里那帮人，谁晓得背后挺着京城哪族大佛，让他们挖矿？怕不是每每见着，咱俩的脑袋先挂丁荣旗杆上了。流放的犯人就不要了，命川攥你手里呢，老子娘都在驿站眼巴巴守着，谁敢泄密？骨头缝里都刻着怕字儿。亲卫只管拎着鞭子钉死矿洞，不比丁守兵那群鬼心思的强。开春前准保把守兵里的奸细踢干净，到时候你必定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跪请我当军师。你今日牲口棚的屎还没铲，狗男人，姑奶奶在这里跟你谈家国天下、宏图霸业，你他妈让我去铲屎！妈呀！我不是眼花了吧？我宁愿相信他脸抽筋，也不相信这玉面阎罗居然笑了。这哪里是笑，这分明是阎王殿开了条缝啊！等等，谢云景从早上到现在好像也没吃东西，你也啃口，别饿晕了再上马。那点温软的触感怎么烫得像火星子，撩得我半边身子都麻了。这冻馒头竟比京城城的栗子糕还甜。刚才杂梅吵醒了冬眠的熊瞎子，快跑！食人熊！横插断后！带他走！主子走啊！属下拖住这畜生！主子带弟兄们走！要死也死在老子后面！谢姑娘，救命大恩，属下代主子叩谢。不用客气了，我只是想到火箭能烧死他，箭是张巡射的。这丫头不仅敢跟本王弟，还敢从熊口夺命。他的指腹好粗糙，好滚烫，但这力道怎么稳得吓人？简直像在擦拭什么绝世珍宝。回着。你干嘛？刚才那是亲了一下。在这冰天雪地里，倒真像个没心没肺的雀儿。昨夜看桃儿给的图纸，还觉着是娃娃涂鸦，今儿个注脚立起来才懂。东头我和你娘，西头老大，南头老二两口子，北头桃儿，严丝合缝，神仙也没这般掐算啊！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爹，你瞧好了。
每个屋都盘他个大火炕。炕洞通着灶堂，柴火一烧，炕上烫的能烙饼，屋子里暖的跟开春的日头窝子一样。火炕，烧火，真能暖透屋子。岂止，炕头烙屁股蛋子，炕尾温脚心，睡一夜被窝里汗亲亲的。乖乖，这比京城里的暖炉还霸道啊！在这宁古塔的血窟窿里，终于能生个不挨冻的娃了。全都滚出来！天降的肉星子砸头上了！天降的肉星子砸头上了！肉，真的是肉啊！我家男人3年前饿死在雪窝子里，至死都没闻过一口荤腥啊！肉，我的肉啊！这熊肉怎么干柴发酸，远不如想象中好吃。都听着，熊是沈姑娘猎，也是她说要分给大家的。仙女啊，活菩萨，多谢沈姑娘护命之恩。现在吃着我的肉，倒想起来叫活菩萨了，晚了。从明日开始，一家出一个壮丁，进老熊岭，挖够300斤黑岩，1月为期。那是血窟窿埋死人的鬼地方，饿死也不能去，去了就是送命。扛回石头，本王着人给家盖一栋沈家这样的屋窝子。我去，我给大壮整个木屋子，带我一个，算上我们爷俩，死也要死在热炕头上。主子，沈姑娘盯着咱呢，眼神有点瘆人。你好你个谢八人脾气，去给你挖煤，凭什么白嫖老娘画的木屋图纸？版权费呢？这火阎王的身材早就看腻了。木屋图纸给你，这就是。不过你不能白拿。这回想换什么？10斤大米，5斤白面，油盐各一坛，还有新鲜白菜20颗，猪肉我要整扇的肋排。沈头头，狄戎王帐开出的赎金单都比你要力，外加火炕图纸，盘火炕，青石当补，黄泥为肉，灶堂点火，烟爬七窍，直通强脉，冬暖夏凉。你这冻死人的冷硬床套，要是盘上炕，张巡，凿石，今日之内给本王把这火炕盘明白了。大哥，记牢步骤，赶紧先把二嫂那屋的火炕盘起来。建得好，多沾沾女主子的福气。瞎叫啥？谁是女主子？早晚的事儿，主子对您的心意，大伙儿可都瞧出来了。女主子叫咱盘炕嘞！戛然止，世界陷入压抑的真空死寂。装谢八风，你他妈就在那给我装聋作哑！这玩意儿真能当床睡？暖了，炕里头热乎了！我的娘，这炕手热气顺着墙皮爬上来了！早着呢，瞎蹦跶啥？是你把裹着潮气没红透就睡上去，等着得老寒腰吧！再烧3天，这炕才能睡人。哦，我今夜睡哪儿？背着那地方挤得放个屁都得排队，主子万金之躯岂能将就？
他那炕没烘好之前，借住咱家。这小姑娘可过的破碗，倒比京城御窑的玉盏还要看着顺眼些。沈姑娘，您要的东西来喽！10大米白面，盐罐子下潇湘5坛猪油。咋回事？王爷居然自己睡的北屋，连个暖被窝待遇都没混上。天啊！您奸商未愈，竟让您独自睡一间，也没个人照顾。劳烦婶子炖了，给我们主子好好补补。老大，起来烧火！乖乖，沈家这口破铁锅简直就是个炼肉鲜炉啊！